英法联手推动23国组建援乌火炮联盟。波罗的海3国拟在边境混凝土掩体，抵御未来俄军入侵。乌俄最新战报：俄军发射古董级导弹 P35， 弹药即将耗尽。俄罗斯的对抗赛是越来越难了。拉脱维亚的20国无人机联盟已令俄军头疼不已，如今又来了个23国火炮联盟，算是彻底解决了乌军弹药短缺、火力有限的困局。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18日表示，美国和法国联手启动火炮联盟，其内的23个联盟成员都是专门为乌军提供军备支持的拉姆施泰因小组成员之一。其目的不仅是要帮助乌军在反攻行动中拥有强劲火炮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乌军进行长期军队建设，以解决乌军加入北约所面临的在军事装备上的兼容和过渡问题。据悉，火炮联盟启动仪式已在18日巴黎举行。勒科尔尼表示，法国将提升弹药生产能力，希望在2024年内将每月1000枚炮弹的产量提升到每月3000枚。欧洲联盟也承诺将在2024年春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但据欧洲议会议员估计，目前已有30万枚到位。北约、欧盟如此做，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炮弹是当前乌军最需要的武器之一。即便如今已步入冬季，乌军每天依旧要发射数千枚炮弹来打击俄军事设施。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与勒科尔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过视频也表示，现代火炮是无可替代的，更强大的炮兵能力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需求之一。在过去2年里，北约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火炮来增强乌克兰的火力，这其中就包括有法国要为乌军专门生产的78门凯撒火炮。凯撒是乌军获得的第一种52倍镜的长身管火炮，也是现代卡车炮的鼻祖。与履带式自行火炮相比，卡车炮没那么高大上，属于穷人武器，其相当于一门没有装甲和履带的轮式自行火炮。火力与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但重量更轻，机动性更强，造价比较低。像上述法国要援乌的72门凯撒火炮，单价也就500多万美元，战斗权重18.5吨，行程600公里，最大射程4到6发每分钟。射程根据发射弹药的不同，有35到85公里不等，能够发射常规榴弹、火箭增程弹和高爆弹。当然，像凯撒这样的卡车炮，最引以为傲的不是其强大火力，而是卓越的机动性。凯撒较轻的重量和合适车身，不仅使其拥有100公里每小时的最大公路速度，还可通过 C130 或 A400M 运输机运输。虽然凯撒卡车炮的成员是5人，但最低只需3名士兵就能操作，有着极强的自动化能力，具备完善的现代化炮兵侦察、指挥、火控系统。目前好像还没有任何一款俄军火炮能在技术上超过凯撒。因此，乌军若是新获得这78门凯撒火炮，很可能在与俄军炮兵的较量中占得上风。北约和欧盟对俄罗斯的重视还不止这些。之前的北欧5国，如芬兰的美驻军、瑞典派兵拉脱维亚参加北约行动，以及部署在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北约前沿驻军战斗群，形成了对俄罗斯的 U 型包围。而如今，为了进一步预防未来俄军入侵，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要在毗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边境地区修建数百个混凝土掩体，以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如爱沙尼亚计划在东部边境建造大约600个混凝土掩体，以反击俄罗斯的可能入侵。每个掩体可以容纳10人，能有效保护守卫军人免遭敌方火力和弹片的伤害。据悉，这项数边工程将于2025年开始建设，耗资6000万欧元。爱沙尼亚防长汉诺佩夫库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表明，除装备、弹药和人员外，还需要防御设施，以从第一寸领土开始保卫爱沙尼亚。对此，其他2国在底加会晤时，波罗的海3国国防部长已经商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会在东部边境建立类似的防御地带。这些边境掩体将为北约盟国赢得驰援的宝贵时间。俄军外部压力的增大，直接体现在了乌俄战场上，直接给干沉默了。1月19日，战线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阿夫迪夫卡前线南部工业区方向，俄军经过几个月反复争夺，再次宣布占领工业区，
但很快遭到乌军无人机和火炮打击。北部的斯特波维方向，乌军 M2A2 加无人机加火炮的组合，直接打得俄军寸步未进。在赫尔松前线，乌军再次击退了俄罗斯部队的多次进攻，将克林基及其附近牢牢地掌控在手里，并成功消灭了俄军优秀的 FPV 操作手 Mossy。其生前在社交媒体发出最后一条消息是克林基简直是地狱。英国国防部称，在第聂伯河左岸，俄军损失的 90% 重装备几乎都是由乌军 FPV 无人机造成的，其消费比远超过火炮和反坦克导弹。乌军为 FPV 无人机开发的爆炸成型战斗部，即便是安装了防护网的俄军坦克也扛不住几发。可以说，在克林基，无人机已成为战斗胜负的关键，乌军的阵地已牢不可破。火力军觉得，乌军今年的目标或许会向着克里米亚方向进发。虽然乌克兰战场双方动作不大，但对彼此本土的打击是愈加频繁了。19日当天，俄军首次从克里米亚发射古董级 P-35 反舰导弹，袭击敖德萨的乌军防空阵地，不过直接被乌军击落。据公开资料显示 ，P-35 导弹拥有重达800到1000公斤的高爆破片战斗部，相比之下，现在的口径巡航导弹战斗部重量只有450公斤。P-35 的航程根据高度和飞行速度的不同，从100到300公里不等。有趣的是 ，P-35 只需将控制系统从模式 M 切换到模式 B， 导弹就能按照发射的指令，以80度近乎垂直的角度俯冲到目标。不过有消息人士称 ，P-35 早已停产，且已经过多次延寿。截止2021年时，俄罗斯估计仅有8套该系统的发射装置。如今俄军将其拿出来，是否意味着俄军弹药已然耗尽？相比俄军导弹袭击的失利，乌军无人机却成功多次袭击了俄本土各地，如俄布良斯克州克林奇的一个油库遇袭，从而引发巨大火灾；又或是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的坦波夫火药厂也遭到打击。目前俄军损失尚不可知，但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俄军前线有料，弹药供给，或是俄罗斯本土各地的供暖、供电受到了巨大影响。如今的俄罗斯也愈发感受到战争的代价，这就是他们轻启战争，后果很严重。好了，关于北约和欧盟抵抗俄军入侵的手段，大家还知道哪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